二手衣店的种类，如何收集口袋名单，提供尺寸的范例图，逛二手衣店快速判断衣服质感的速度。买二手衣是一件非常烧脑的事情，如何挖到物超所值的宝？Hello， 大家好，我是艾瑞塔。今天呢，我想要跟你们分享的是我总结出来的几个在买二手衣的注意事项，希望可以减少大家在购物的时候踩雷的机会。我们就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吧。首先讲一下二手衣店的种类，你通常看到的二手店都可以归类为以下这几种 ：Kilo Shop、Charity Shop、Thrift Shop、Flea Market、Vintage Shop 或是 Antique Shop、Second Hand Shop、Consignment Shop， 最后就是 Internet。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简单讲一下。Kilo Shop 就是称重量卖的，这种店呢，通常会把衣服分成几个不同的价格区间，然后可能会用颜色去做标示。那你在逛的时候就可以看说这个颜色代表每公斤多少钱。这种店里面通常都会有一些可以让你自由使用的，那叫什么？称重机。结账以前就可以先量一下，大概估一下说这一件结账出来会是多少钱。接下来是 Charity Shop。还有 Thrift Shop，Charity Shop 是慈善商店，然后 Thrift Shop 好像不一定是只有慈善，但是我觉得他们两个还蛮像，所以我就归在一起讲。Charity Shop 顾名思义就是它透过收取捐赠的东西，然后他们会去做分类标价贩售，那贩售出来的营收呢，他们会把收入拿去做慈善用途。那通常这种店呢，货源呢就是非常不一定，你就是在里面就非常有可能可以挖到宝。特别讲一下，这种店呢，通常也很看它店的位置，就是说，因为它是收取捐赠的东西嘛，所以如果它所在的位置，他们那边居住的人呢，平均是比较富有的，那这也会反映在他们捐赠的衣服上，所以你就可以了解一下你要逛的那个区域。那边的富裕程度，这样可以稍微评估一下哪些 charity shop 是比较值得去的。接下来就是 flea market，flea market 就是跳蚤市场，这好像没什么好说的，反正就是你想象中的跳蚤市场。接下来呢，你可能会看到是 vintage shop 或是 antique shop。vintage 就是古着，然后 antique 则是古董。这两个的差别呢，在于这个东西的历史，要可以称为 vintage。一个东西至少要有保存20年以上的历史，然后你要可以称为 antique 古董，则是至少要100年以上的历史。通常比较少会看到antique 的衣服，通常 antique 会是一些家具的东西，就比如说柜子啊、灯啊、镜子这种东西。接下来是 second hand shop， 就是二手衣店。那我觉得大家对 second hand 还有 vintage 这两个字好像不是非常的清楚他们的差别。我刚刚说古着它是有一定的年代感，然后它的东西是有一定的价值，才可以被称为古着。可是二手衣呢，就是不是全新的，已经是有被转卖过一次或以上，那就是二手衣。所以我刚刚讲的那些里面，全部都是可以归类为二手衣店。可是所有的二手衣店却不一定是刚刚讲的那几种店的种类。这样子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清楚？接下来呢？可能会看到的是 consignment shop， 就是寄售店，店里面的东西并不是属于老板的，而是就是有人把东西拿去寄售在老板那边。那老板那边他会东西的主人讲好价，就说我会卖多少，那如果卖出的话，我们会怎么分润这样子。最后可以买二手衣的地方呢，很明显就是网络上非常多。所以以上呢，这就是几个可能可以买到二手衣的管道。接下来我们讲一下买二手衣的几个注意事项。我总共归纳出了4点，分别是如何收集口袋名单、尺寸、手感，还有脚踏实地。收集自己二手店的口袋名单，我觉得收集一个好的口袋名单是非常重要的，主要是因为二手店们通常呢，并不会设立在一个市区的蛋黄区，它可能会比较在一些蛋白区，所以呢就会必须要多花一点时间。我呢在收集自己二手店的口袋名单，会透过不同的几个管道。在 Google Map 这个 App 上面呢，可以透过搜寻关键字，就是 Second Hand Shop 或是 Used Clothing Shop、Vintage Shop， 然后 Consignment Shop， Google 就会推给你很多嘛，然后你就看评价，看一下照片有没有符合你的
你的口味，然后就把它存起来。我也会推荐大家在 Instagram 上面去 follow 一些你自己喜欢的二手店老板的账号。法国是这样，蛮多就是那种二手店老板都会经营Instagram 账号，他们不一定会有官网。二手店的这个圈子并不是说非常大，所以老板们都会互相认识，可能会是朋友之类的。然后我也是透过这个方式就发掘了很多可能 Google 上并没有推荐的店。除了用英文搜寻以外呢，我也会推荐你要用你在那个地方当地的语言去做搜寻，因为有时候 Google 就是没有那么聪明，去搜寻一些 Friperie 啊，然后 Braderie、Vide-Dressing 或是 Marché aux Puces， 推荐大家可以上 JDS 这个网站，我会把网址放在下面。在买二手衣的时候，尺寸的丈量非常的重要。如果你是在网络上买的话，你不要让卖家因为他只提供有限的资讯而限制了你的想象，请他提供衣服量出来的尺寸。通常我在要求尺寸的时候，我会提供我想要他量的尺寸的一个范例图，我才可以确保他量出来的是我要的。然后更进一步呢，你也可以询问说，可不可以提供实穿照，甚至是实穿的影片，或是说你如果对颜色不太确定的话，也可以请他做一个颜色的对比，这样都可以减少买错的机会。当然，你拿到了它量出来的尺寸之后呢，你一定要去量你自己，或是说你可以量你现有的衣服来做对比。不同年代制造的衣服，它尺寸定的标准非常不一样，所以如果你在逛的时候很执着于这个标签上面它的尺寸，你有可能就会错过一些适合你的衣服。最准的还是实际试穿跟测量它的尺寸。如果呢你是刚好在买下半身，有一个方法可以稍微比较精准的判断这个裤子有没有办法合你身，因为通常脖围会是裤围的1/2，就是呢你把裤子直接围在你的脖子上面，它如果完全围不上你的脖子呢，就表示这裤子是太小。不过呢要注意的是中低高腰的问题，因为宽度不一样嘛，所以你也可以在家里衣柜就先稍微量一下，了解一下你不同腰的那个裤子，它围在你脖子上感觉是怎么样。买大不买小，买长不买短，太长或太大都一定可以改小，可是太短或太小就不一定可以放。如果你把改衣服这个选项考虑进来的话，其实可以扩大非常多买衣服的范围，像是把长裙改成短裙啊，然后把外套的垫肩拿掉啊，男生的针织毛衣改成短版的 oversize 毛衣，都是还蛮简单，不会花太多钱就可以做的改造。在逛的时候呢，也不要忘记男装区，其实也可以看看。去逛二手衣店以前呢，其实可以多训练自己摸好衣服跟好的材质，这样子多摸习惯了之后，会帮助你在逛二手衣店的时候翻找衣服的快速判断衣服质感的速度。除了它摸起来好摸以外呢，你也要去检查它的标签。我通常会看它衣服的成分，还有是哪里做的。你会发现稍微有一点年代感的，还蛮多会是可能欧洲甚至是美国制的这种，现在是高成本，绝对不会在那边制造衣服的产区。在购买以前呢，特别是在网络上，我会建议询问卖家说这个东西有没有瑕疵。有些卖家他本来就很诚实，他就会把他的瑕疵就是已经 po 在他的照片上了。那有些卖家你可能就是要问他才会跟你讲这样子。我发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卖家会把东西的状态，就他明明就是普通，他就会写它良好，然后良好他就会写它是全新这样子。所以我通常都会特别的再去多问一下。最后呢，你也要考虑东西它的手感再好，它的清洁方式如果非常麻烦的话，你也要把这个清洁的成本纳入你考量的重点。买二手衣，大家一定在自己穿以前都要先洗过，清洗的方式非常重要。最好衣服都是可以用手洗或是洗衣机洗这样子。接下来最后一点是脚踏实地。
首先，在逛二手衣店的时候，建议还是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购物清单。其实脑海中有一个你想要的完美的样子，会是长怎么样的衣服呢？你再去找。要去逛的那一天呢，穿一个跟你想要买的东西可以搭配、好穿脱的衣服。逛的时候，可能像是试衣间人很多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在公共的地方就直接套上去试穿这样子。买二手衣是一件非常烧脑的事情，二手衣的东西通常是又杂又乱，所以头脑在看到这么多的选项的时候，久而久之它就会有那个 decision fatigue。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珍惜脑袋还是清醒的时间。如果你已经感觉到说你已经有这个失去你判断力的这种感觉出现的话，你看到东西，你有一点是觉得，哎呦，今天逛了那么久都没有买到东西，好可惜，千万不要买，因为这种时候买的东西你就会后悔。没有100%确定喜欢就不要买。如果有可能会有买错的前提时呢，我就会考虑一下说它有没有转卖的空间。有些牌子它本身就非常保值，那就算你买错了，你还是可以再卖出去，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比如说一些快时尚的这种，它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保值的空间嘛，所以你就要接受，就是如果你买错了，它可能就会变成要捐出去，或是你可能要送人之类的。最后一点，请大家不要帮未来可能会出现的场合买东西，现在马上买，平常就可以穿，或者是说它已经可以跟你衣柜里的东西搭配在一起。最不会买到后悔的东西。二手衣店里面会蛮常会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它可能价格又很便宜嘛，就会觉得哎呦这个买起来，说不定以后万圣节派对可以用啊，或者说什么跨年啊，真的没有必要买这个东西。所以不要为了未来未雨绸缪再买。最后呢，我就分享一下我平常是如何挖到物超所值的宝，比较容易可以在网络上挖到宝。我最常的做法是搜寻的这个记录，把它存起来。比如说哪一种品项，像是我想要鞋子，然后它要是高跟鞋，哪一个牌子的，哪一个尺寸的，价格的上限是多少，物品的状态是要完美或是全新，这几个filter 全部都输入好之后，把这个搜寻记录存起来。然后呢，你在 sort 就是排序的时候呢，要把最新上架的放在最上面，这样子你才可以很快的就看到哪些是刚被上传的东西。因为如果你没有设的话，通常系统预设会是那个 relevance， 对，通常这就是广告有没有被下广告的这个卖家这样子。所以你一定要就是设它是最新的在最上面。最重要的最后一点呢，就是要非常有耐心。你每天呢，或是每2天，你就上去滑一下，耐心的等候完美的这个物品出现，这样子就很容易挖到宝。因为你都已经把条件设得非常详细了嘛，所以它只要一出现，你就是可以马上当那个第一个看到的人，就把它买起来。逛二手衣店，多逛多看之后，你大概就可以抓到，就是说一间店它这个售价的区间大概会在哪里，然后某个年代的衣服或是某个样式的衣服，它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价值。对，这个真的就是必须要稍微靠一点点经验，但是真的不需要太多，你大概就可以知道哦，原来我只要花大概这个价位就可以买到这个品牌的东西，然后它大概会是什么状态这样子。除此以外呢，你也可以观察一下，就是老板的风格，还有他对衣服的了解程度。遇到越懂衣服的老板，你越难挖到宝，因为老板他自己懂得衣服的价值所在，所以他比较不会标错价。要买到那种物超所值的东西，就是要从那种他不知道这个东西其实在二手价还可以有多少价值，所以他就可能会不小心标得过低。通常这种就是不专业的卖家，他可能只是在网络上想要卖自己的二手东西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比较容易挖到宝的是在网络上，或是 thrift shop 或是 charity shop 这种，就是比较是透过捐赠方式的货源。如果呢你有找到了一个你喜欢的店，可以去跟老板攀谈，然后去了解一下他会上新品的频率啊，或是他上新品的星期，说不定他是有固定的，那你就可以在他刚上，然后还没有人潮以前，先赶快去逛。还有一个就是在网络上下单以前呢，我通常会看一下这个卖家他的卖场里面有没有其他东西，就可以省一些运费。最后呢，买二手衣跟新品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二手衣它有时候是有杀价的空间。我是从就是
一开始完全不敢杀，到现在我会至少都要试试看杀价，除非说一个东西在我心中它已经低于我想要为它付出的价格以下很多，我才会不杀价。那如果你要杀价的话，要提高胜率的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呢，你一定要先礼貌性的询问说有没有杀价的空间。一开始呢，我不太敢问这件事情，所以我就会直接可能出一个价给对方。那通常直接出价的这种就会被拒绝，所以我通常都会询问一下，就是说这个东西可能说尺寸啊，然后我对它的疑问啊，最后我才会问说这个东西有没有杀价的空间。那通常这样子问就比较容易会有这个空间，他可能自己会出价给你，或者说你就出个价，看他接不接受这样子。比直接出价来说，也是比较有礼貌啦，所以推荐大家可以这样子试试看。每个东西在每个人心中，它的价值就是不一样，所以呢，就是要有耐心，你就一定可以挖到宝。以上呢，就是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所有买二手衣的几个注意事项，希望呢有帮助到你。如果你对买二手衣还有任何其他的疑问，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然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分享。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喽，拜拜。